舒淇是个小偷，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，他的扒窃手法已经炉火纯青。这天，同行大和出现在店里，说自己发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。本地有一处豪宅，里面住着一位小姐，她年轻貌美，家财万贯，可是受到姨父的囚禁，失去了自由。大和决定假扮成伯爵，骗她结婚，然后一起私奔到日本，再借机将小姐关进精神病院，独吞她的财产。但想实现这个计划，还必须安插一个眼线在小姐身边，时刻观察她的动向，怂恿她爱上大和。思来想去，他找到了舒淇，答应事成之后分他1/10的财产，还有小姐的衣服和首饰。舒淇心动了，当晚就来到豪宅，正好赶上小姐从噩梦中惊醒。小姐说窗外有棵樱花树，她的姨妈就吊死在上面，冤魂久久不散。原来是个傻白甜。舒淇放下心来，开始忽悠小姐。人前她是忠厚老实的女仆，人后她偷穿小姐的衣服，偷戴小姐的帽子，小姐却对她毫不设防。看到她没穿鞋，就大方地打开鞋柜，让她挑一双自己最喜欢的。收到的信件直接让他看，根本不怕泄密，而且不介意舒淇穿他的衣服，不仅亲自给他扣扣子，还帮他戴昂贵的首饰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小姐的温柔无私感动了舒淇。这天夜里，小姐又失眠了，让舒淇陪自己一起睡觉。小姐说伯爵向她求婚了，但她不知道男人想要什么。舒淇一时觉得她单纯的可怜，就抿了一口糖教她接吻，没想到两人居然产生了化学反应，变得意乱情迷。舒淇发现自己爱上了小姐。不久后，大和如约而至，他假装教小姐画画，其实是为了诱惑她嫁给自己，言语挑逗就算了，还直接上手。小姐只能被动的拒绝，可是舒淇不答应了，她开始偷窥两人的独处，一旦大和的举动太过火，就连忙阻止。看到两人在小树林接吻，更是气得掉头就走。这猪队友，大和很愤怒，他们在小树林爆发了激烈争吵。舒淇说自己不想继续伤害小姐了，大和却提醒她多想想古董店里的那一大家子，他们难道不需要用钱？舒淇没有回答，两人不欢而散。而在他们身后偷听的正是小姐。这个女孩很可怜，她叫秀子，父母双亡后，姨父贪图遗产，将她带到朝鲜，软禁在家。姨父是个兜售小黄书的变态，为了高价卖书，甚至强迫姨妈在达官显贵面前声情并茂地朗诵小黄文。姨母受不了这种地狱生活，吊死在一棵樱花树上，而姨父并不难过，反而将注意力全集中在秀子身上，将她培养成下一代接班人。起初秀子不愿意，姨父就用各种奇怪的物品折磨她，打得她遍体鳞伤，泣不成声。若干年后，秀子长大了，模样比姨母更风情，朗诵小黄文的技术也更胜一筹，甚至会重现插画上的动作。她的表现震撼了观众，尤其是一位名叫大和的男人。大和是个骗子，他本想让秀子爱上自己，同他私奔，然后再找个由头把他关进精神病院，侵吞他的财产。但是今晚他意识到，冷漠的秀子不会为任何男人动心，于是大和干脆私下找到他，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。 이건 자유를 향한 결혼입니다. 여기서 아가씨를 구해내고 아무도 모르는 곳으로 가서 자유롭게 놓아드리겠어요. 他手上的这瓶浓缩鸦片可使人昏睡，也可以杀人，但想要拿到它，秀子就必须分出一半财产。秀子同意了，他说自己还需要一个天真的女仆，作为骗局的最后一环，女仆会代替他住进精神病院，而世上将不再有一个名叫秀子的人。很快，大和找来了舒淇，这个女仆很合适，她将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，会坦然承认自己不识字，会在秀子害怕的时候哄她睡觉，会耐心的给她磨牙，还会在大和动手动脚的时候制止。在秀子的一生中，还从未被如此温柔的对待过。时间一久，他对舒淇产生了情愫，尤其是听到两人在小树林的争吵后，小姐深受感动，打算终止计划。大和却告诉他，舒淇本身就是骗子，对他那么好，只是为了获得他的财产。秀子不信，当晚他假意质问舒淇，自己应该和大和结婚吗？舒淇居然不加思索地表示了支持。사랑하게 되실 거예요. 气得秀子扇了他好几个耳光，还把他赶出房间。即使面对变态姨父，面对那些道貌岸然的贵族子弟，面对居心叵测的大和，他都没有绝望过，因为自己早已看透了男人。可是舒淇呢？他本以为这个女人是拯救他的一束光，现在居然也为了利益背叛了他，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于是他决定上吊自杀。然而死亡并没有如约而至，赶来的舒淇救下了他，声泪俱下的忏悔自己骗了他。 아가씨, 제가 잘못했어요. 而秀子只是云淡风轻地说：“난 네가 날 속여먹은 줄 알지. 속은 건 너야. 美人不一定有风情，但有风情的一定是美人。大和从前阅女无数，这次却栽在了小姐手上。
他有火热的红唇和禁欲的眼神，看得他欲罢不能。大河本想谋财害命，但现在他舍不得了，因为他爱上了小姐。然而小姐并不爱他。由于自杀未遂，舒西将自己和大河的骗局告诉了他。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小姐早就同大河达成了合约。按照计划，舒西将顶替他被关进监狱。现在两个女人已经互通心意，决定将计就计。小姐答应了大河的求婚，打算先借他之手逃离姨父的控制，再反杀他。临出发前，他和舒西来到姨父的地下室，看到满书柜的小黄书，舒西终于知道为什么小姐每次朗读完都要呕吐一番。他一怒之下撕掉了这些书籍，又把它们丢进了水池。之后三人一同逃到日本，小姐按照计划和大河结婚了。当晚，他拿出一把小刀，捍卫了自己的尊严。之后，舒西也尽职尽责地配合表演，让大河放松警惕。终于到了去精神病院的那天，大河觉得自己见证了一段传奇经历。舒西本来恋恋不舍地和小姐告别，没想到对方默默退回车前，而身后的护工一拥而上，直接将他抓走。舒西破口大骂他们是骗子，好让大河觉得自己被设计了。当天精神病院突发大火，舒西取下簪子，打开了脚铐，然后混在消防员中重获自由。而小姐则准备了一杯红酒，将浓缩鸦片倒了进去，然后敲响了大河的房门。一开始大河不愿喝酒，但是小姐选择亲自喂他。如此主动的尤物，谁能把持得住？就在他打算更进一步时，药效发作，他昏迷了。小姐将他房间里的钱和证件洗劫一空，跑到街上和舒西会合。两人精心变装，又制作了假的证件，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自由。而大河醒来后，迎接他的却是姨父的爪牙。姨父将他带到地下室，铐住了他的手，还砍掉了他的手指。变态毕竟是变态，姨父居然向大河打听私生活，问他究竟有没有尝到小姐的滋味。大河知道机会来了。姨父正在兴头上，不想被打断，就立马掏出了烟，还为他点上了。大河一边说一边吞云吐雾，没听多久，姨父就一命呜呼了。原来烟里有毒，这是大河最后的杀手锏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想起了逃亡时的场景，小姐靠在舒西的肩上，十指紧扣，无限依恋。或许大河早就知道这是一场骗局，却不忍心揭穿他们，因为这是小姐生命中仅存的快乐。或许爱就是成全，即使是骗子也会爱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